还是师尊最疼我，我的丹田彻底痊愈了。就是师兄他不会怪我吧？傻孩子，你就是心太软，他何该为你铺路？你才是青云宗的希望。至于他，一个没了骨头的废人而已。呸！什么大师兄，就想贪烂肉，晦气的很。别逼逼了，赶紧扔完，赶紧走，别耽误了凌晨师弟的筑基大典。经过几年的疯狂潜修杀戮，我的实力飞快提升，我也成了远近闻名的大魔头。诸位仙友，故魔头祸乱修仙界，人人得而诛之。随我一起肃清此六。顾玄烨，你疯了！看着眼前众人，我怨气滔天。重来一世，我定要将这些道貌岸然的伪君子身形俱灭。我选择挑战顾师兄。一身着青衣的小师弟语气坚定：只要我敢跨出这一步，全宗都会记住我这个敢于挑战混沌体的青云圣体。师尊也只会更偏爱我这个祖师同款体质的仇人。可一言却激起千层浪。我没听错吧？凌晨居然要挑战大师兄，疯了吧？这可是筑基跨越元婴的极道天际啊！要知道，顾玄烨师兄可是混沌体，年仅18便突破金丹，如今更是稳稳踏入元婴境，放在整个修真界也是1等1的绝世天骄。凌晨哪怕潜力再高，也不过区筑基中期呀！怎么敢挑战一个元婴期的强者？筑基挑战元婴，简直痴人说梦！凌晨师弟，怕不是刚觉醒圣体就飘了吧？无数青云仙宗弟子都在窃窃私语。就算有青云圣体加持，筑基和元婴之间也隔着云泥之边啊！这不是纯纯找虐吗？别管打不打得过，人家这份勇气就不是一般人能有的。换我，连站出来的胆子都没有。而仙宗高台上，一个绝色女子却是微微皱眉。晨儿果然没让我失望，有青云圣体的底子在，就该有这份魄力。晨儿，你确定要挑战顾玄烨？他是青云仙宗32峰之一云清风，峰主苏清寒，也正是凌晨想要此次拜入的门下。凌晨闻言，目光坚毅。是的，师尊，我想要挑战大师兄，我就是要踩着顾玄烨上位，让全修真界都知道，我凌晨才是青云仙宗未来的希望。我知与大师兄有差距，但修道之人必挑战强者，还望师尊成全。听到凌晨肯定的语气，众多青云仙宗弟子都被他的勇气震惊到。筑基打元婴，他是狂妄到没边了吧？有许多弟子不屑一顾，但这些人只占青云仙宗的一小部分，大多闻言都是夸赞凌晨的。别管打不打得过，筑基敢挑战元婴就是厉害。好啊，不愧是青云圣体，果然有魄力。有仙宗内门长老也是对此大加赞赏。主座之上，听见凌晨语气中的自信，苏清寒也是投去了欣赏的目光。不愧是本座选中的人，顾玄烨虽强，终非正统。晨儿才能带领云切峰。随即，他将目光看向了我。玄烨，你怎么看？我原本惊喜的双眸瞬间涌起一抹可怖的星火，恨意在胸腔中迸发，前世的记忆如潮水般袭来。来了，一模一样的场景，一模一样的语气。苏清寒、凌晨，你们骗我的！这一世，我要连本带利全部讨回来。前世也是在此方缔结。凌晨高调宣布要挑战我。他原本是一个青云仙宗的扫地小厮，却意外觉醒了。青云圣体虽比不过我的混沌体，但也是世间1等1的绝世体质。最关键的是，青云仙宗开宗鼻祖也正是青云圣体，因此青云仙宗所有峰主都围着他转，只为能将他收在门下。但是不知怎地，他偏偏选中了我的师尊苏清寒。他哪里是看中苏清寒，他是看中了我，想踩着我一步登天。仙宗宗规一封亲传，只留7人，若收第8徒，必须择其一挑战，赢了便可取而代之。而我的师尊苏清寒亲传已满，按理说挑战者皆会选择最弱的一位以求成功，但他却将矛头直指最强的我。挑战最弱的有什么意思？只有挑战顾玄烨，才能让师尊彻底站在我这边。就算输了，师尊也绝不会让你伤我分毫。他自然知晓自己不是我的对手，但他更知道师尊苏清寒非常喜欢他，因此这一切只不过是走个过场。无论挑战哪个，苏清寒都会让我们放手。为了防止我误伤凌晨师尊，居然将我的修为封印到筑基初期。可我没想到，凌晨这厮不知从哪儿学来的歪门邪道，竟使用些阴毒的招数，而且不知从何得知我的弱点，专挑我的命门下手。我的修为被压制，比凌晨低了一个小境界，加上本就刻意放水，因此面对凌晨的恶毒攻击，有点力不从心。尤其是凌晨居然祭出了青云剑，那可是我云清风阵风圣剑。青云剑是仿制正宗
仙器青云剑所铸，尽管未能不及原版，但也是世间绝顶圣器。我当时并没有想到师尊居然会把阵风圣器交给凌晨，而且凌晨又是在偷袭。我因对不及受了伤，瞟见这一幕，无数青云仙宗弟子都是惊叹惊骇凌晨的实力，看见凌晨将我击胜，都是连声喝彩。而凌晨听见喝彩，不由得更加起劲，祭出全力朝我攻来。看见凌晨的表现，我怒了。凌晨能让我受伤，归根结底不过是我放水而已。我实在忍无可忍，因此不再留手，一掌就将凌晨镇压。可是在我刚一掌打伤凌晨后，师尊苏清寒瞬间坐不住，亲自下场用神通将我镇压，全然不顾及我的感受。击伤同门，你太恶毒了！师尊，晨儿若有事，我绝不放过你！留下一句冰冷的话后，便抱着凌晨转身离去。见师尊都如此，其余师兄弟都是争相指责道：“顾师兄未免也太恶毒了！就是，怎么就不能放点水呢？活该！残害同门，罪有应得。”看着被镇压在广场中央的我，无数师兄弟不仅没有丝毫同情，反倒都是恶语相向。虽然我胜了，但师尊苏清寒还是不顾规矩，强行将凌晨收在门下。自那天起，我成了全宗上下的笑柄。也是在那天开始，师尊时时教导凌晨，我与师尊关系也日渐冷淡。这些都没什么，直到有一天，凌晨外出历练，意外伤了根基，得知我有一株仙灵草，师尊苏清寒找到了我。顾玄烨，将那株仙灵草交出来。仙灵草有先天灵韵，服用可修补根基，助仙道基，是世间绝顶的神物。此物是我外出历练3月，历经无数生死磨难才获得的神药。这本是我用来突破元婴准备的。苏清寒让我交出，目的还是为了凌晨，我自然拒绝。我拒绝。但苏清寒并没有多说什么，以他化神巅峰的修为，直接将我的神药抢了去。我虽然少年天骄，但当时打不过他，因此我只能向宗门其他峰求助。但我没想到，青云仙宗虽自诩正道仙宗，但行径却与魔族无异。宗门上下蛇鼠一窝，他们一部分都与苏清寒交好，另一部分则是怕得罪苏清寒，因此无人替我讨回公道。一时间，我心灰意冷，想着退出宗门，但整个宗门上下忌惮我的天资，害怕我投向敌对宗门，因此将我修为封禁，然后软禁。凌晨如日中天，而我却颓废至极。凌晨在突破元婴时，因为急功近利，一时间走火入魔，导致元婴小人破灭。师尊苏清寒为了凌晨，亲手抽出了我的元婴，剥夺了我的混沌本源，甚至剜出了我的至尊骨，全部移植进了凌晨的体内。没了混沌本源与至尊骨，我就是一个废人。因此他们如扔垃圾一般，将我扔在了乱葬岗，想让我自生自灭。可他们却没有想到，我凭借顽强意志与滔天恨意活了下来，并遁入了魔道。凭借我的天资，我吸干了乱葬岗所有邪气，转化为自身的力量。经过几年的疯狂潜修杀戮，我的实力飞快提升，我也成了远近闻名的大魔头。得知我是大魔头后，青云仙宗所有人心中又惊又惧，震惊我没死，也震惊我的成长速度，因此追杀我更是不遗余力，几乎全宗出击。而凌晨和苏清寒更是号召了全修真界的正道势力围剿我，我哪怕再妖孽，也敌不过这么多正道势力组成的围剿联盟。所以最终我扑向青云宗阵营，选择了自爆。当时自爆的时候，我心中充斥着强烈的不甘。我恨啊，没能彻底杀光他们，要重来。彼时我还在感叹，若是再给我一次机会该有多好，没想到上天居然真的给了我一个机会。顾玄烨，愣着干什么？晨儿要挑战你，你怎么看？师尊苏清寒的语气中满是不耐烦。不过是让你陪晨儿走个过场，摆什么架子？真当自己混沌体就无人能治了？我自记忆中回神，看向苏清寒，嘴角带着讥笑。我怎么看？我躺着看。听见我语气中的讽意，苏清寒愤怒地拍案起身，坐下悬于座椅，瞬间被震得粉碎。晨儿挑战你是看得起你，如此骄横，可有丝毫同门情谊？同门情谊？听着近乎快撕破脸的话，我唇角微勾，语气中满是讥讽。师尊，你真的确定让我挑战他吗？前世你就是这样，一步步把我推向深渊。这一世，我便顺着你的意，把你们一个个统统都拖入地狱。苏清寒见我态度突然转变，愣了愣，最后还是点头。我继而转头看向凌晨，语气讥讽：“小师弟，你确定挑战我？我可不擅长放水。”凌晨眸中闪过一丝不自然，但很快恢复正常。师兄，你怎能如此想我？我不需要放水。装什么装？等会有师尊护着，我看敢不敢真的对我下狠手。臣自幼父母双亡，是师尊收养我，我只想变强，拜入师尊门下，挑战师兄，也绝没有看不起的意思。说到最后，声音变得哽咽，但我注意到他的嘴角一闪而过的讽刺。也就在这时，一旁的二师弟赵烈开口了：“凌晨，小师弟加油，我看好你！”只要抱紧凌晨的大腿，师尊眼里就不会只有你顾玄烨一个人了。看向赵烈，我眸中闪过一丝杀意。把他混沌本源救凌晨！先是你提拔我本源，是你踩我脸白白羞辱。
这也是你第一个死。前世凌晨走火入魔，率先提出给凌晨换我混沌本源的就是他。在我被挑断手筋脚筋后，羞辱我最狠的是他。所以在他说话的那一刻，我在心中已经给他判了死刑。我看向凌晨，语气淡淡：“那好，我答应你。现在来吧。”话音落下一瞬，师尊苏清寒与凌晨异口同声：“不行！为何？凌晨正了正色。师兄天资绝世，我定要做好万全准备，以巅峰状态面对师兄，这样才算对师兄的尊重。现在他根本没有胜算，必须争取这7天，让师尊把青云剑赐给我，还有雾玄叶所有的弱点，我也要全部知道。苏清寒闻言也是点头。本座亦是此意。比试定在7日后，正好号召各宗门观赛，见识下我青云仙宗的风采。听着凌晨与苏清寒两人的话，我心中不屑之意更深。说什么好听的尊重，不过是没准备好，想要将圣剑武盾剑术告诉你罢了。而什么号召其余宗门来观赛，可不是什么展示天骄风采，不过是为了给凌晨造势吧。当然，我虽然心中不屑，但我还是点头答应下来，因为在这7天，我也需要做一些准备，做一些杀人的准备。 7天。 足够我把这6个吃里扒外的畜生一个个清理干净，也足够我用人皇幡再掀翻这仙宗的底气。入夜，一处洞府床榻，赵烈正与一位小师妹翻云覆雨，我自阴影中走出，边走边鼓掌。赵师弟真是好兴致啊！本在镜头上的赵烈被突然出现的我吓了一跳，竟是直接萎了。顾玄烨，你来干什么？赵烈咬牙切齿，愤怒无比。他本就不喜我，如今做好事又被我打断，自然不会有什么好态度。连师兄都不会教养啊！我面色狠厉，直接一巴掌扇了过去。恐怖的掌风将长榻都轰碎，赵烈两人都是被轰得直接倒飞出去。赵烈失去嘴角溢出的鲜血，站起身看向我。你究竟想干什么？他怎么敢动手？不把师尊责罚了吗？我唇角微勾，语气淡漠。什么？闻言，赵烈不屑笑道：“师兄还没睡醒吧？他还同门是大忌，要处极刑的。”赵烈内心也就嘴上说说，借他是个胆子，也不敢真杀我。我没有多说话，并指为剑，一剑斩下了赵烈暴露在外的根。赵烈只感觉下身一阵空荡，随后恐怖的剧痛传来。那名小师妹见此，直接大叫起来：“顾师兄，你这是杀人啊！你完了！”听到那名师妹大呼小叫，我只觉得一阵烦躁。聒噪！话落，直接一掌将那名小师妹碾成肉泥，鲜血四溅，爆射在赵烈脸上。赵烈摸着脸上小师妹的鲜血，满脸不可置信。赵烈一脸惊恐：“师兄别杀我，你想要什么我都给，只求放过我！”赵烈跪地连连求饶：“什么都可以吗？对，那我要你的命呢？不。师兄，我错了，除了命我什么都给。我若有所思，点头。那么帮我一个忙吧。赵烈抬头，脸上多了丝希冀。什么忙？师兄已破元婴，我如何能帮到师兄？他卑微开口询问，然而我却嘴角讥笑。当然是死了。话落，直接一掌弹出，恐怖巨力将赵烈天灵震碎，随后手朝前方虚空一抓，揪出了赵烈的魂魄。赵烈神魂惊恐地望着我，不断向我求饶。我眸光淡漠，并不为所动。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呢？心念微动，霎时间一杆冒着黑气的残缺旗帜自我的混沌海中浮现，魔气弥漫，将赵烈的魂魄包围吞噬。此旗正是我前世凝练的本命魔兵人皇幡，平日里一直被我蕴养在混沌宇宙当中。在我自爆后，不知为何居然随我一起重生了，这也是我杀人的底气与目的。人皇幡是一尊成长型魔兵，即便残缺，也可摄魂、炼魂、吞魂、控魂。前世正是因为有他协助，我才能成长这么快。此次来镇杀赵烈，除了是报复之外，更是为练其生魂。唯有以此等残酷之法破境，才有底气掀翻这仙宗。尽管我天资强，实力高，但那是相较于年轻一代，在老一辈面前还是有些稚嫩。所以，为了7天后有安然离去的能力，我必须在这6个夜晚有足够的猎物。不过，我并不担心人够，毕竟苏清寒可是足足收了7个徒弟，7天6晚，刚好1晚1个，一个都跑不掉。
不知过去多久，一缕赵烈模样的魂魄自黑气中缓缓浮现，然后我探出手，混沌之力汹涌，将赵烈肉身吞噬，继而转化为精纯之力，反哺自身。很快，赵烈的大日圣体之境被吞噬殆尽，我周身的气势也节节攀升，很快便突破到元婴大圆满。感受到胸腔中汹涌的气息，我也比较满意，但是还不够。第二天，我又是隐藏气息，找上了拥有太阴神体的四师妹楚婉熙。楚婉熙的太阴神体是世间1等1的顶炉体质，与其双修，可极大的促进修炼，因此太阴体质者一般会受天下男性修士追捧。但楚婉熙天生神体残缺，与其修炼不仅没有丝毫裨益，反倒会影响自身根基稳定，因此楚婉熙人人厌恶。开始也并不为师尊所喜，是我心怀不忍外出，历经千难万险，收集天材地宝，才将他的根基补全。可是他不仅不念我的好，反倒一切当作理所应当。尤其是凌晨出现后，更是一门心思扑到凌晨身上。当我被整个宗门唾弃时，他不仅没有出来帮我说半句话，还无限造谣我，只是为了得到他的太阴神体。原来他是觊觎师妹的神体。我被宗门封禁，修为幽禁时，他转身投入了凌晨的怀抱，甚至与他一同来羞辱我。与他我怎能不恨？所以我将他选做了我的第2个目标。师兄，你怎么来了？他怎么突然现身？难道发现我给凌晨师兄做平安符了？藏的什么？楚婉熙自知瞒不过我，索性拿了出来。那是一个黄色的平安符，是楚婉熙亲手所制。我看到这，心中不免泛起可悲。这个平安符不用想就知道是给凌晨的。前世我为他闯过无数危险秘境，九死一生为他塑造根基，也没换来一个平安符。而仅仅是凌晨到来，他便如此伤心，怎么不让人感到悲哀呢？看着我眸中的猩红，楚婉熙也是有些惊惧。师兄，你吃醋了吗？你不要生气，我也给你做一个，好不好？见我不为所动，以及眸中毫不掩饰的杀意，楚婉熙害怕了。作为一脉3师姐，金丹巅峰的她自然不是傻子，她什么都明白，知道我是因为凌晨的事十分生气，所以见我这般反应，赶忙开口安抚。听见楚婉熙的话，我笑了，心中只觉得悲哀。安抚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心。迟来的虚伪心意有何用？对上我愈加凶狠的眼神，楚婉熙如坠冰窟。大师兄，这其实是给你的惊喜。先稳住这疯子，回头去找师尊告状。闻言我笑了，我冷冷地看向楚婉熙。这些废话留着给人皇幡解释吧。人皇幡逐渐在手中显化，化落。我将人皇幡直接洞穿了楚婉熙的心脏，黑雾自幡间汹涌，瞬间将楚婉熙包裹，贪婪的吞噬，拉扯着她的神魂。楚婉熙惊恐无比，她在挣扎之中居然看见了2师兄赵烈的魂，但来不及多想，身心神魂上的疼痛让她苦不堪言，只得连连求饶。师兄放过我，要什么我都答应。闻言我心中一阵感叹，不愧是同门师兄妹。哼，连求饶都一模一样，真是讽刺。我没有说话，只是伸出手炼化。赵烈的大日之精自手中浮现，化作烈焰将楚婉熙肉身包裹，炎火炼身，黄幡炼魂，最终通通转化为我的血气大药。尤其是太阴神体，炼化所得太阴精华，与赵烈烈阳相辅相成，冲击之下，居然一下让我冲破元婴的桎梏，达到了半步化身。不愧是世间第1炉鼎体质。解决完楚婉熙后，我又是如法炮制，来到其他几位同门的洞府中。每一夜过去，就有一位同袍成为我黄幡中的战将。顾玄烨，你不得好死！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！师兄，我错了，求求你饶了我，我再也不敢跟凌晨一起诋毁你了。师尊救我呀！顾玄烨疯了！他真的要杀！我不该帮着凌晨骗你的，大师兄，我知错了，求你给我一次机会。6天越不等越晚，这群畜生总算是清理干净了。我重重地吐出了一口浊气，感受到身体中恐怖汹涌澎湃的混沌真气，也极是满意。短短6天，我就已从元婴巅峰突破到了化神中期，这个速度简直比火箭还快。要知道，许多修士因为资质问题，终其一生都不能跨越元婴至化神的门槛，而我在短短6天不仅突破，还成功跨越了一大境界，一个小境界。这除了我的天资外，还多亏了我的师尊以及我的师兄弟们。虽然我的师尊偏心，但不得不说他的眼光极好，收的徒弟都是世间1等1的天骄，皆拥有绝世体质。我看着身前虚空悬浮的6尊魂魄，心中莫名的欣喜。真迫不及待想看看苏清寒见到这副场面时的表情。正当我幻想的时候，突然察觉到一股恐怖而熟悉的气息降临。我知道那是师尊苏清寒来了。我大手一挥，魔气散去，6尊元魂散尽，人皇幡化作一道小幡印记，印在我的手心。师尊怎么来了？见我有些疏离的语气，苏清寒也没有特别在意。苏清寒内心这几天总觉得心神不宁，几个弟子也杳无音信，到底怎么回事？罢了，
先把正事办了要紧。本座来是让你比试时给晨儿放水，让他赢。我点了点头，语气平静。好，见我同意，苏清寒有些错愕。在来之前，他已经做好再三劝说我的准备了，可现在我居然答应了这么爽快。他怎么答应的这么干脆？莫不是有什么别的心思？罢了，谅他也不敢耍什么花样。见我答应的这么爽快，苏清寒想起前几天对我发脾气，心中莫名的有些愧疚。好徒儿，答应了就行，放心，为师不会让你受委屈。明日，师尊送你份大礼。我故作乖巧的点了点头。是吗？于是师尊，我明天也给您准备了个礼物。顾玄烨念信，一份让你永生难忘的大礼。闻言，苏清寒也是有些惊喜，但表面装作平静的样子。既然如此，那本座就期待你的礼物了。翌日清晨，青云仙宗一处虚空神岛，平日里寂静的岛屿，此刻人声鼎沸，无数神州楼船遍布天穹，这些都是青云仙宗邀请前来观战的势力。此刻，无数人的目光都聚焦到了神岛广场中央演武场上。我唇角讥笑，看着眼前的少年，小师弟，确定不需要放水吗？我并没有刻意隐藏自己的声音。放水？林晨闻言，面色不由得一僵。顾玄烨这是什么意思？他想当众拆我的台吗？筑基大元婴，他自然需要我放水。可他若是硬了，那便不符合他的人设。所以一时之间，林晨骑虎难下，不由得将目光投向苏清寒。苏清寒眉头微皱，也是不知道我在搞什么幺蛾子。昨天已经答应过放水，如今这样当众逼问，究竟是何用意？突然看见我嘴角的讥讽之意，苏清寒心中有股不好的预感。这孽徒不会只是口头答应吧？苏清寒想到这，赶忙朝一旁的戒律峰峰主使了个眼色。戒律峰峰主苏清瑶与苏清寒为血脉至亲，沆瀣一气。看到苏清寒的眼神，苏清瑶立马明白了苏清寒的意思。姐姐放心，我来帮你镇住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。元婴打筑基，未免也太过不公平。本座提议，不如你也将修为压制到筑基，免得外人说你身为大师兄，以大欺小。看到站出来的苏清瑶，我眸中一闪，是凶光，这娘们可不是什么好人。前世就是他，在林晨与苏清寒的授意下，他亲自动手，挑断了我的全身经脉。后面因为自己特殊的癖好，更是以惩戒为由，找了许多法子来折磨我，所以我心中对他的恨意丝毫不少。但是此刻听闻苏清瑶的话，我一个扑哧没忍住笑出声来。这是有多不要脸，才能说出这种话？刚才不是小师弟自己说不需要放水吗？真搞笑！那为何现在又要我压制修为？你笑什么？你到底同不同意？居然敢当众笑我，等会儿定让你好看。我语气淡淡，我不同意。听到我的话，不待林晨等人有所反应，苏清寒率先坐不住了。顾玄烨，你在搞什么名堂？还不快快答应你师叔的提议！这孽徒是想当众反水，绝不能让晨儿丢了脸面。林晨面色一僵，虽心中惊惧，但还是故作坚强开口：“没事的，师尊，我可以的，我不需要大师兄，给我放水。”话虽这么说，可他要是真不压制修为，我连他一招都接不住啊！小子，你该不会是怕了吧？怕输给这个刚入门的小师弟？早听闻青云仙宗有一绝世天骄，身具混沌体质，本想一窥风采，没想到居然同境界战斗都不敢。不会是真的怕输吧？我并没有理会这些言论，只是眸光平淡的看向师尊。我答应这个条件也可以，但师尊能不能也答应我一个条件？苏清寒见我话锋一转，心中也是有些疑惑。什么条件？既然师弟挑战我，需要我压制到筑基，同境界一战。那么我希望在一战之后，师尊您也能压制到元婴，与我一战。挑战师尊！闻言，所有人都震惊了。我居然要挑战自己的师尊，还以为化神巅峰的存在。疯了吧？这顾玄烨是真的疯了！刚答应同境界打筑基，转头就要挑战化神巅峰的峰主。听到我的要求，苏清寒看向我的目光满是不悦。臭小子，
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。好，正好等陈儿赢了比试，我就借机好好教训这个不知好歹的孽徒。苏清寒想了想，最终还是答应了。得到了师尊苏清寒的答复，我也是直接将修为压制到了筑基初期，比凌晨还要低上2个境界。顾师兄，请指教。话落，凌晨没有犹豫，直接祭出青云圣体手段。他手指在虚空中一点无尽云气自脚底涌出，天青色的云气翻涌，最终在身后化作一个巨大伟岸虚影。那是青云祖师，无数青云仙宗的长老都是没想到凌晨居然能召唤出祖师法相。祖师法相，感受到其上汹涌澎湃的伟力，无数前来观战的强者也是震撼。这是筑基期能展现出的实力吗？混沌体，危险了！有强者双眸微眯，看向我。虽然我是元婴期，但此刻修为被压制到了筑基，而这种恐怖的手段可不是区区筑基就能挡下的，所以他们并不太看好我。看见凌晨身后愈加凝实的巨影，苏清寒也是有些赞叹，也不枉他这7天的日夜教导。陈儿果然是天纵奇才，短短7日便能引动祖师法相。未来成就必定远超顾玄烨这孽徒。随后他看向我，眸中多了几分戏谑。臭小子，还想挑战我？等会儿连你师弟都打不过。凌晨脚踏青云，手握长剑就朝我攻来。云化剑，顾玄烨死来！顾玄烨受死吧！今日我就要当着全修真界的面把你踩在脚下！面对凌晨恐怖的一剑，我却站在原地一动不动。怎么回事？混沌体被吓傻了吗？有强者疑惑，我自然不可能是吓傻了，而是面对这种程度的攻击，根本没有必要躲避。太弱了！我伸出2根手指，竟直接将凌晨斩来的剑夹住。剑尖与手指相碰撞，一股独属于仙金般的爆鸣声响起。在所有人震惊的目光中，那柄由青云所化的仙剑断作2截。凌晨心中一惊，实在没想到我的肉身居然这么强悍。他那一剑不仅没有给我造成丝毫伤害，反倒给他手震得发麻。我看向凌晨，嘴角带着毫不掩饰的讥笑。混沌体肉身本就无双，加上我境界已经突破化神，而且仙魔双修，肉身更是强悍。即便站在原地让凌晨砍上3天3夜，他也不可能对我造成丝毫伤害。师兄，你……凌晨瞧见我讥讽的眼神，心中很是愤怒，不再留手，直接祭出青云剑。我眸光一沉，这一世苏清寒果然还是将阵风圣剑给了他。瞧见我阴沉的目光，苏清寒面色闪过一丝不自然。毕竟此前我多次讨要，他都未曾给出，而今就这么给了一个还未入门的小师弟。凌晨提剑，再次朝我攻来。师兄，认输吧！看着他那自信的眼神，心中不免觉得好笑。井底之蛙霸。这一次我没有再留手，我抬起手，无尽的黑色魔气澎湃，化作巨掌，朝着凌晨镇压而去。虚空如纸糊一般，在此刻破碎。由亘古仙金所炼铸的演武广场，此刻都遍布裂痕。那恐怖的威力，直接让整座虚空神岛都颤了2颤。是其中散发的余波，就将靠近广场中心的强者们掀飞。仅仅一击，凌晨便被镇压当场。猩红色的神血自巨掌之下爆溅开来，全场呆了。他们都没曾想到，这场被寄予厚望的对决，居然如此轻易就结束。我仅仅只出了1掌，便将凌晨镇压。虽只有筑基修为，但这等恐怖的威势，怕是金丹巅峰都可能当场陨落。广场正中央由仙金所筑，高台被轰击，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深坑。深坑底部，凌晨如一条死狗一般，全身筋脉寸断，青衣已被血液染红，看上去凄惨无比。居然还没死！我眸中闪过一丝意外，这一掌我可没有丝毫的留手。在这一掌之下，不光是肉身，怕是连神魂都会被碾碎。按理说，以凌晨区筑基的体质，是绝对不可能存活下来的。我目光不由自主地看向苏清寒，随即也就释然，连圣剑都给出来了。想来又是给予了什么护体法宝吧？我有些不屑地看了看凌晨，又用戏谑的眼神看向我的好师尊。苏清寒看见我挑衅的眼神以及凌晨的惨状，震怒无比，立马起身，动用全部力量，化神巅峰的修为朝我毫无保留的宣泄。孽徒，敢下此重手，今日竟废了你！对于苏清寒，我一直提防着他，所以面对他的突然出手，我脚尖轻点，微微侧身便躲了过去。师尊想做什么？你好狠的心，居然对师弟下如此重手！他有些后怕地看了凌晨一眼，若不是比赛之前给了他一尊玄金软甲，怕是凌晨早已陨落。听到这，我不禁摇了摇头，情不自禁地笑了出来。我的好师尊，不是说不需要我留手吗？况且我的修为已经压制到筑基，比师弟还低了2个大境界。更何况，我其实已经留手了。谁能想到师弟居然这么弱，连我1掌都扛不下来。听到我讥讽的语气，苏清寒气得浑身发颤，随后主动压制境界，从化神巅峰降至元婴巅峰。孽徒，你不是想跟本尊一战吗？满足你！话落，
他体内真气朝我镇压而来。苏清寒毕竟是一峰之主，也是要面子的人，平白无故对我出手会惹人非议，所以我刚才的挑战刚好成了他对我出手的理由。我嘴角不屑之意愈浓，我这个师尊可还真是道貌岸然。不过我并不在意，因为我只想如前世他镇压我一样，将他镇压当场，钉在广场的耻辱柱上。我主动散去压制，一身修为瞬间回归至元婴巅峰。面对师尊苏清寒毫不留手的攻击，我目光淡漠，同样还是一掌震出。不过这一掌与先前一掌不同的是，我催动了混沌体的全部力量，伴随无尽的紫金色气血在我体内汹涌沸腾，无数古朴符文自虚空显化，无尽混沌之气自天穹裂隙弥漫而出，最终化作一道遮天巨掌朝他轰下。沿途所过之处，空间寸寸崩裂，苏清寒几乎没有反应时间，就牢牢地被巨掌镇压。我本就统劲无敌，更何况此掌我动用了混沌体至尊骨以及魔道所有的力量，所以即便是强如化神，也得被乖乖镇压。更何况是苏清寒主动将境界压制到元婴，伴随着一阵咔嚓声，骨裂之音响彻，一滩殷红鲜血自坑中流淌，整座虚空神岛瞬间死寂。围观者再一次被我的表现震惊。刚才我一掌将凌晨镇压也就罢了，他不过是个筑基期，可现在又是一掌，竟然将风主也镇压。要知道苏清寒可是货真价实的化神巅峰啊，成名已久，虽说压制了修为，可也不该是元婴期的我能镇压的。看见我的表现，有一女弟子愤愤不平：顾师兄，你未免也太狠毒，太不近人情了。方才以大欺神镇压林师弟也就算了，现在居然连自己师尊都要镇压。就算你很强，但你不懂得尊师重道吗？不懂得给师尊留点面子吗？他怎么敢这么对师尊？我必须站出来说句公道话。我看向说话者，原本挂在嘴边的微笑戛然而止，眸光也逐渐变得冰寒。哪来的蠢货？我抬起手，对着那名说话者的方向做出了个扣脖的动作。那名师妹只感觉一阵窒息，像是有一股无形大手扼住了自己咽喉。师兄，你想做什么？那名师妹不断挣扎，但不过只是徒劳。我没有回答，只是右手猛地朝虚空一握。无数人怔怔地看着这一幕，简直不敢相信他们的眼睛，居然敢杀人。苏清瑶震怒无比：小子，在我面前动手，你这是找死！孽畜，居然敢在我戒律峰面前杀人！今日我定要将你挫骨扬灰！我语气不屑：那又何？放我！苏清瑶见我一脸无所谓的态度，不由得更加愤怒，直接祭出神通朝我镇压而来。区区化神中期，我嘴角不屑，看着冲自己而来的苏清瑶，不再隐藏自己的实力，缓缓抬起手，并指为剑，恐怖杀戮。剑意在指尖眼生缭绕，我一指点出，由混沌所化，巨剑也顺势倾倒，恐怖剑势朝苏清瑶斩落而去。看到那道璀璨到极致的剑光，苏清瑶面色惊骇，只感觉死亡在临近。不过元婴期，如何能斩我？苏清瑶大惊失色，拼命挣扎抵抗，但根本没有丝毫作用，肉身被剑气斩碎，化作一滩肉泥，连带着元神都被粉碎。他到死也没明白，我怎么会有这么强的实力的。仅一剑，化神中期强者就这么死了。所有围观之人简直被这一幕震惊的头皮发麻。先前一掌镇压苏清寒，毕竟他压制了境界，但现在苏清瑶可是货真价实的化神中期强者，居然连反抗的余地都没有。无数人都在惊叹，看见自己最爱的师尊被杀，虚云龙压抑不住心中的怒火，朝我杀来。元野小儿，你居然敢杀我师尊，给我死来！要为师尊报仇！不过是个元婴期，我不信他能一直这么强。真有不带脑子的蠢货，真是好一个师徒情深。那我就发发善心，送你去见你师尊。这个人前世仗着戒律峰首席大弟子的名头，也没少找过我麻烦，所以我杀起来没有丝毫膈应。魔鬼，你还有人性吗？屠杀同门师兄弟，你简直是个魔鬼！有弟子强压，心中恐惧斥责。我点了点头，露出了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。你说是就是吧。说着便再次抬手，想将那名说话者碾碎，但是突然一股伟力袭来，将那名说话的同门包裹。深坑之下，苏清寒震怒的声音响彻。那名弟子原本很是惊恐，察觉有人庇护，也逐渐放下心来。还想杀我？亏我以前还叫你一声大师兄。真以为苏星之能护得住你？我不再留手，全力调动混沌之力，朝着那名弟子镇压而去。只见原本庇护那名弟子身前的伟力屏障发出脆响，而后轰然破碎，恐怖的混沌之力宣泄，直接将那名弟子湮灭。我说够了！苏清寒脚步匆匆一踏，自深坑中踏出，眸中满是怒火。还不够吗？师尊，这才哪儿到哪儿，这和上一世宗门对我做的，
还远远不够。话落，我又是一指点出，随即挑选了离我最近的倒霉蛋，直接将它轰成了碎片。苏清寒看见我仍旧不知悔改，再也压抑不住心中怒火，他的境界气息毫不保留的宣泄，化神巅峰的气息压迫的整座神岛剧烈颤抖。孽徒！苏清寒低喝一声，伸出手，一柄天青色的长剑蓦然出现在手中。这本是我准备赏赐给你的礼物，没想到要用来杀你。苏清寒眸光冰寒，握着手中圣剑，朝着我所在的方向重重斩下。太好了，盟主出手了，总算能有人制住顾师兄了。有弟子在雀跃，丝毫不认为我打得过苏清寒。我神色淡然，面对这凌厉的一剑，只是淡淡的伸出手，无穷无尽的法则自手心混沌中衍生，最终汇于虚空。随后我猛地一握，只见那道由天地浩然汇聚成的无边剑气轰然瓦解溃散，并且混沌气朝着苏清寒轰去。轰隆！苏清寒赶忙横剑抵挡，但混沌狂暴无序，直接将他手中剑震得脱手飞出。苏清寒惊了，他是真没有想到我居然有如此实力。握住倒飞而出的剑，嘴角讥讽：这就是师尊你准备给我的礼物？这种破烂货色也好拿出来送人？化落混沌之气涌现，直接崩断了这柄削铁如泥的圣阶神兵。看着我淡然的神情，苏清寒冷哼一声，眸中杀意在酝酿。他已经很久没有这么生气过，没想到短短几天，我让他接连震怒。真以为有点实力就能不将本座放在眼里了吗？简直不知天高地厚！苏清寒侧抬起手，朝着虚空一抓，凌晨身边的青云剑嗡嗡作响，立马飞回他的掌心。握着青云剑的刹那，苏清寒周身的气势猛然一变，那股凌厉之意，犹如一尊女杀神。师尊，不要这么着急嘛，你的礼物我看过。现在不妨先看看我的礼物。说着，我抬起手，手心黄帆印记闪烁，随后冒着黑气的人黄帆出现在我手中。我紧握着人黄帆，朝着广场中央猛地一插，无尽黑气猛然以我为中心，疯狂朝着四周翻涌扩散，瞬间包裹住了整个广场，并且仍旧以极快速度朝外扩散而去。结结结，伴随着一阵凄厉的叫声，一道又一道熟悉的面容出现在苏清寒的眼中。苏清寒忍不住尖叫，实在不敢相信他的眼睛。他6个亲传弟子的魂魄，此刻尽皆展现在他的眼前。我嘴巴大张微笑，露出了2排洁白的牙齿，看上去人畜无害。师尊，我的礼物你喜欢吗？他看向我，眸中似乎有团火在燃烧。你个畜生！可是你的师弟师妹啊！你怎么这么狠心？我说这几天怎么不见他们人影？原来都被这个孽畜杀了！我真是瞎了眼，才养出这么个白眼狼！看来师尊你对我的礼物不满意，但没关系，我满意就够了。就当我还想再说些什么的时候，远方一道流光夹着这恐怖的威势自天穹坠落而下。他们都是青云仙宗36峰峰主跟长老，每一个都是至少化神期的总裁。此刻50余人齐齐将我包围。畜生！你怎么能这么狠心？有长老看见这么多天骄陨落，不由得痛心疾首。青云仙宗宗主李玄州也是愤慨，看着我插在广场中央的股股冒着黑烟的旗帜，你还入魔了？李玄州内心入魔了好啊，入魔了就把名正言顺的除掉他，省得他日后威胁到我的地位。闻言，我并没有理会他们，只是自顾自的将先前我斩杀之人的魂魄吸纳进人皇幡中。看见我如此不着调的行为，李玄州等人也是愤怒至极。庶子，区区元婴巅峰，真是不知道谁给你的胆子！闻声，我停下了手中动作，咧嘴一笑，随后不再隐藏自己的实力。我的气息迅速攀升，很快便提升到了化神中期。恐怖的气息让无数围观之人为之一振，所有人都被我的气息震惊到了。居然是化神中期，无数人都是惊骇。18岁，他才18岁。要知道我现在才18岁啊，就已经到达了化神中期。这个修炼速度，放眼整个玄天界，怕是也没有人能与我媲美。见此，青云宗主李玄州也是动了自己的小心思，淡淡开口：现在放弃抵抗，废弃魔功，本座给你一条生路，你依旧还是我青云仙宗的大师兄。若是能把这等天骄收为己用，杀几个人又算得了什么？等日后他没了利用价值，再除掉也不迟。开玩笑，这等天骄若是收在自己门下，杀几个人又算得了什么？况且李玄州能坐上这个宗主之位，本就杀了不少人，他也本就不是什么好人。不行啊，宗主，那个孽畜杀了那么多人，怎么能放过他？苏清寒愤怒无比，看向他的宗师兄质问。李玄州只是瞥了他一眼，随后继续将目光看向我。小子，你的意思呢？对于李玄州的话，我不屑一顾，朝他竖了个中指。你也配？我需要吗？我的语气讥讽，说话彰显狂妄。狂妄小儿！就算你是化神期又如何？我们这里足足50位化神强者，你难道还想从我们手中逃出去不成？好，
好，好！李玄州连说3个好字，眼角多了抹不易察觉的阴影。杀了他！看着朝自己围攻来的几十尊化神，我内心不仅没有丝毫害怕，反倒充满兴奋。刚好见识一下我如今的实力到了何等地步。我伸出手，混沌真气自手心倾泻，最终化作一柄混沌长剑。一人出气，也敢来沾边？化落那名化神出气的长老，便被我斩成了2截，其魂都被剑气捣碎，然后被牵引进入番中。一些化神出气中期的长老封主，见我能轻易秒杀化神，都是被震撼到了。瞧见我那猩红的双眸，一些怕死的开始止住身形，甚至害怕的后退。来了就别走了。说着，又是一剑斩下一尊化神长老。李玄州与苏清寒同时大喝，纷纷祭出神通朝我轰来。他们2人毕竟是化神巅峰的存在，尤其是李玄州，更是半只脚踏入了渡劫门槛。加上我注意力全在对付其他人身上，所以他们2人的悍然出手，直接将我轰得倒飞而出。区区蝼蚁，安猛翻天！看见我被镇压，李玄州嘴角满是不屑。可是就在他放松下来时，突然激荡的烟尘之中，一柄黑漆漆的帆朝着他洞穿而来。李玄州赶忙躲避，但终究躲闪不及，手臂被帆尖擦伤，伤口处汩汩冒着黑血。李玄州怒了，没想到我居然能将他击伤，这简直是奇耻大辱！一起上！叶震，杀了他！他的语气阴沉，全然没有了先前的淡然。听见他的话，青云36峰峰主纷纷祭出风中各自神兵，化作阵眼，并以神力催动青云天宗天穹大阵。只见一道淡青色的光幕逐渐凝聚，形成青金色的脉络自其上蔓延，最终覆盖整个天穹。这是诸天青云阵，是青云仙宗的阵族阵法。有外来势力，参观者在感叹，没想到为了对付我，青云仙宗居然连这个阵法都用了出来。同时，有些来参观势力之人的心思瞬间活络起来，纷纷加入战场。如此骄狂，并且杀了这么多人，还堕入了魔道，一定遭青云仙宗上下记恨。如今他们出手参与到镇压我的队伍中，也可以结个善缘，获得青云仙宗的好感。看着朝我攻来的无数强者，我眸光愈加冰冷。找死！话落，我眸中多了抹疯狂，不再一味寻求防御，直接以伤搏命。在我这种疯狂的打法下，又是好几尊化神境界强者陨落。随着越来越多化神期修士加入围剿，我身上的伤也越来越多。尽管我乃混沌体，和跨境界而战，但面对几十尊化神的围剿，即便有黄帆辅佐，也是逐渐开始感到力不从心。李玄州的脸上扬起不屑的笑，苏清寒也是眸间阴翳稍缓，内心已经想好怎么处置我了。孽徒，束手就擒吧！他语气淡漠，闻声我看了看高高在上的苏清寒，嘴角讥讽：“我的好师尊倒是给你忘了。”我立马倒转方向，朝着苏清寒猛攻而去。沿途无数神通法术阻拦，我皆视而不见，一路猛冲到苏清寒身前，狠狠一拳砸下。苏清寒被我一拳砸向地底，我乘胜追击，身形闪烁，就朝着苏清寒轰去。苏清寒满脸惊恐，没有想到我居然这么强，化神巅峰的他丝毫不是我的对手，一拳就让他重伤。若是再来几招，他怕是得陨落了，所以赶忙求救。李玄州等人见状，赶忙上前阻拦，神通术法不要钱的向我轰来。对此我不管不顾，任由这些攻击落在我身上，我也要将苏清寒镇压。我可是你的师尊，你究竟想干什么？苏清寒见我这般不要命，也要将他镇压的打法吓破了胆。他恶狠狠开口，我没有言语，只是一味挥拳，脑海中不断闪回上一世苏清寒镇压我的画面。下一刻，我彻底爆发，催动体内宇宙，催动了体内至尊，伴随无尽雷霆显化，璀璨雷光照亮了被黑气浸染的天穹，令云层破碎，天地摇晃。在场之人，无论是少年天骄，还是老一辈强者，都感受到来自灵魂的战力。无穷雷霆在我指尖汇聚，无数强者感受到这股骇然威势，都是不敢再上前阻拦。我看向苏清寒，阴恻恻的一笑：“师尊，现在想起我是你的徒儿了。你在让我放水的时候就没有想起我是你的徒儿。你在教导凌晨我的弱点，告诉他我的命门的时候，没有想起我是你的徒儿。我为云间峰做出那么多贡献，向你讨要那么多次青云剑，你随手赐予凌晨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起我是你的徒儿？不是这样的。不用说了，师尊，都不重要了。徒儿送你与师弟师妹们团聚。话落，我抬起手，朝着苏清寒狠狠砸下，这一拳几乎抽空我全身的力气。可就在我以为能将师尊苏清寒镇压当场时，异变突生。够了！一道腐朽的声音自青云仙宗的总地传来，随后一位麻衣老者身形闪烁，须臾间便来到苏清寒身前，替他挡下了这致命一击。老祖，拜见青云玄祖！看见老人，李玄州以及尚存的30几位峰主都是恭敬行礼。青云玄祖没有理会，只是眸光淡淡有些赞赏地看向我。小子，
你很不错，但到此为止吧。他轻轻的抬起手，都属于渡劫境的恐怖气息径直压在我的周身，让我身边空间都为之扭曲变形。这股压力之下，我面色也是多了抹凝重。我同境无敌，跨境界一战也是手到擒来，所以对于李玄州这些人，我没放在眼中。但我一直忧心的便是眼前这青云仙宗沉眠的渡劫境老祖。我先前一直小心翼翼，没有将气势放开，现在没想到还是将这老家伙惊动了。不愧是渡劫强者，仅仅露出些许气息，就将我压得动作迟缓。也就在这时，苏清寒自坑中爬出，他拭去嘴角血液，眸光怨毒地看向我。小杂种！看见我被老祖威压震慑在原地，愤懑的心情稍稍缓解，于是对着青云玄祖说道：“老祖，这孽畜是我的弟子，是我教导无方。如今还请给我个机会，让我亲自动手清理门户。”青云玄祖沉思片刻，点了点头，得到了老祖的应允。苏清寒脸上一闪而过的雀跃，随后一步步走向我，每走一步，眸中杀意愈浓。孽徒，你可曾后悔？我一脸讥讽地看着苏清寒，师尊真以为能留下我吗？听到我的话，无数人都是一愣，难道还有什么底牌？我深深淡然，轻轻打了个响指，霎时间天地间猛地一颤，随后6尊身披黑袍的身影自虚空走出，将我牢牢护在身前。徒儿，看见这些人的面容，苏清寒心中猛然一惊，随后一脸怨毒地看向我。你们孽畜，居然给自己师弟们练成了傀儡，简直天理难容！无数围观弟子也都是心中惊颤，有些恐惧地看向我。到底什么深仇大恨啊？拘魂也就算了，居然连尸体都不放过，还要炼制傀儡。看见突然出现的6人，青云玄祖心中本来一紧，但察觉到其上气息，也是不由得放下心来。就凭区区6个不到元婴期的傀儡，谁给你的勇气？莫说还不到元婴，就是6尊化神巅峰，今日也得留在这里。毕竟这里可是青云仙宗的大本营。听到青云玄祖不屑的话，我再次露出了我那一口大白牙，心念微动，霎时间傀儡赵烈6人突然疯魔，分别以我为中心，朝6个方位疯狂跑去。是想干什么？我没有回答。见6尊傀儡跑出100丈范围后，我的眸中闪过一丝疯狂。察觉到傀儡体内那恐怖汹涌的能量，青云玄祖率先反应过来，出声提醒：不好，他们要自爆！但正当他想要施展手段阻止时，一切都来不及了。伴随6声巨响，震天撼地，极端恐怖的热浪袭卷，将附近空间都炸成一片虚无。虚无之中，无穷无尽的混沌在肆虐，那恐怖的威力将附近所有人都掀得倒飞而出，化身中稍弱者，甚至直接在这股爆炸下陨落，神魂荡灭。恐怖的波动将整座虚空神岛都轰得塌陷。怎么可能？6个连元婴都不到的傀儡，怎会有如此威能？宗主李玄州目光惊诧，有些气急败坏。我唇角微勾，6个金丹傀儡自爆，自然不可能有这般威能。但在炼制这些傀儡时，我都在其中融入了我的混沌法则以及化神境的所有真气，并以秘术封禁。虽说这样会给傀儡带来巨大负荷，但我并不在意，因为我的目的便是让他们当做人体炸弹，给青云仙宗造成麻烦，给我创造一个逃离的机会。而这个机会已经来了。恐怖的能量肆虐，直接将诸天青云阵撕开一个口子。我手握人皇幡，重重朝天一触，无穷无尽的黑气冲天而起，紫黑色的魔纹蔓延，最后在天穹绽放。紫光普照在我的身上，我整个人身躯都逐渐变得虚无。我嘴角讥讽，看向青云玄祖，看向李玄州，看向苏清寒。1年，等我1年，1年之后我来取尔等狗命，灭青云全宗。话落，我的身影彻底虚化，直勾勾地消失在青云仙宗上下眼中。青云玄祖面色阴寒，看向我离开的方向，想追击却又感受不到我的气息，愤怒无比。他下意识看向苏清寒，若不是你培养出这尊祸害，哪有今日之节？若非你执意亲自动手清理门户，我早就将他镇压，哪会给他逃脱的机会？察觉到老祖眸光中的寒意，苏清寒面色也很难看。老祖面色阴寒，继而面向青云仙宗，剩余各封封主。仅因这孽障1人，便让我宗损失诸多化神，连神岛都被彻底炸毁。倾巢而出，竟还让他逃走，简直奇耻大辱！众多外宗势力在一旁看着，那孽障竟扬言1年灭我青云，让我宗颜面尽失。本座怎能咽下这口气？全宗出击，找到杀了他！你领头，找不到人，我先杀了你。此刻，玄天界乱葬岗废弃之地，一处深黑色的隧道逐渐形成，并且不断凝视。片刻后，我自虚空隧道中一脚跨出，来到一处破败洞府前。我看了看手中黄幡，原本血黑色的幡身此刻有些发白。辛苦你了，让我去。人皇幡身为地宝，有铆定地点跨越虚空的作用。
方才若不是人皇藩，或许刚才真的会被留在青云仙宗。而现在，为了助我离开人皇藩，也是耗尽了积攒的能量。我环顾四周，察觉到周围没有其他危险后，直接瘫倒在地，大口喘着粗气。虽说我表面上看着没事，甚至于面对青云玄祖都游刃有余，但我毕竟才化神中期，一人独占几十尊化身，也是受了极重的伤。尤其是先前以伤搏命的打法，若不是混沌体超强的恢复力，怕是早已支撑不住。所以接下来的几天，我就待在这处废弃洞府中修炼，恢复伤势。很快借助乱葬岗的魔气，我很快便恢复了伤势，并且因祸得福，境界更上一层楼。到达了化神后期，感受到身体中更加强大的能量，不由得心潮澎湃。我离开青云仙宗所说，1年内灭青云全宗，可不是玩笑话。我修炼魔道需要怨气，而修补人皇藩需要魂魄。若是在其他地方，可真还不好办。但这里是乱葬岗，最不缺的就是怨气魂魄。所以这里是我快速提升实力的绝佳宝地，因此接下来的几个月，我就在此地苦修，实力也随着时间突飞猛进。很快，差不多半年过去，许是此时修为没有被废除，又或许是有人皇藩的辅助修炼，乱葬岗的晦气就被我吸收殆尽，无穷无尽的怨魂也被吸纳进皇藩当中，我的修为也顺理成章突破渡劫。就在我突破渡劫那天，突然一行黑袍人匆忙的逃遁，那模样看上去是在被追杀。看到这一行人的瞬间，尤其是在看清了为首的那名少女模样，我心头不禁一颤。莫凌月，前世我被抛弃在乱葬岗时，正是眼前的少女救助了我。魔灵月是魔族的公主，因为魔皇突然过世，几个魔族王子互相争权夺利，而魔灵月示弱被赶出了魔族，但魔族几个皇子不愿就这么放过魔灵月一脉之人，因此派出人来追杀他们。前世正是在被追杀途中，魔灵月意外发现了生机微弱的我，那时看见是魔族，我心里面绝望至极，以为要陨落于此，没想到魔灵月却是个心地很善良的魔，她不仅没有害我，反倒用各种疗伤丹药为我治伤，并且见我修为被废，还特意传我魔族皇族功法。正因为她的帮助，前世我才能成功修魔，并且成长得那么快。就这样，我便跟随在她身边日夜相处，我们之间产生了情愫、救命之恩加别样的感情。我决定助她登临女魔皇之位，只是前世还未来得及履行承诺，正道联盟的大军就将我围杀。当时见我被围攻，魔灵月二话不说，便带着自己一脉残存的魔军加入战局。在一次撤退过程中，魔灵月更是为了我主动迎战，最终活生生的陨落在我面前。那一夜我彻底疯魔，因此我不再逃避，直接主动迎战，直至战尽油尽灯枯，最后选择自爆。所以对于魔灵月，我心中一直都是怀有复杂、愧疚与遗憾的情感的。没想到在此地居然能遇见魔灵月，我一脚跨越虚空，来到一行人身前，见一个强大的陌生男子到来，魔灵月面色十分警惕。阁下拦我们去路是想干什么？他的技巧好强，难道是那几个逆贼派来的追兵？我没有说话，只是一拳便将追击魔灵月一脉的魔族追兵轰杀。魔灵月看了看身后的追兵，又看了看我，眸光更加疑惑。谢谢你帮我们，可是我们无缘无故，非亲非故，你为什么要帮我们呢？我语气带着郑重，因为我答应了一个人。谁？我脸上闪过丝怀念之色，眸含深意地看着魔灵月说道：前世的你，前世的我。听见我的话，魔灵月心中更加疑惑。前世？他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点了点头，随后将前世发生的事情大致讲了一下。片刻，魔灵月指了指自己：你是说我前世救了你？你是来报恩的？我点头，随后大手一挥，身后黄帆无风自动，那阴恻恻的气息让无数魔族众人为之一震。左老疑惑开口：那是我天魔皇族功法，你怎么会有？我看向魔灵月，这都是你上一世教我的。皇族功法也并非不传之秘，阁下或许是从何处得来也说不定。见他还是不信，我唇角微勾，朝着魔灵月传音道：你屁股上有一颗红痣。魔灵月整个人一震，眸中还是不可置信。要知道他屁股的痣，除了他自己与已逝的父皇之外，再无第二人知晓。可现在居然被一个外人精准说出来了。魔灵月脸上多了抹娇羞，其实在看见我不像开玩笑，并且施展出皇族功法的时候，魔灵月就已经相信我了。如今更是说出了他屁股上的痣，魔灵月不禁对我生出了兴趣。照你所说，上辈子我帮了你，你答应了我一个承诺，那你说说，你上辈子答应我的承诺是什么？我语气淡淡，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：祝你登临魔皇之位。听到这，全场哑然，不待魔灵月开口，你身边的一位老者直接不屑开口：阁下，我知道您的实力很强，突破了渡劫，但我魔族各派系错综复杂，渡劫强者也不在少数。就凭你区区一个渡劫初期，可还左右不了当前的局势，更别说至高无上的皇位了。闻言，我并没有生气，只是看向魔灵月询问：你信我？魔灵月闻言犹豫片刻，最终还是点头。我不知道他说的是真是假，但我总觉得跟着他，我才能活下去，才能拿回属于我的一切。虽说他说的重生啊、前世啊什么的太过荒谬，但我内心总有种特别的感觉，就好像特别信任他的话，对他总有种莫名的亲近。看见魔灵月点头，我朝着他伸出了手。干嘛？我回眸微微一笑。
我带你去杀人。魔族的天魔海域，我带着魔灵月等一脉魔族横跨界海，冲进了魔族皇城。凭借我渡劫期的实力，根本没几人能挡得住我。一路上，我带着魔灵月，人挡杀人，魔挡杀魔，沿途一片尸山血海，冤魂无数。我以战养战，愈战愈勇。魔石被我炼化吞噬，魂魄则被我吞纳入黄帆之中。不仅没感受到丝毫疲惫，反倒精力充沛，实力飞速提升。很快便打进了魔族内城天魔宫。天魔宫内，其他皇族脉系掌权者一脸忌惮地看着我。阁下，你一个人族，为何要插手我魔族内事？这么点的实力，他到底想干什么？你在教本尊做事。大厅看见这恐怖一幕，噤若寒蝉。没想到我居然比他们魔族更具有魔性，一言不合就杀魔。从今天起，魔灵月为当代魔皇。你们谁有意见？听到我的话，魔三皇子有些坐不住了。尊上，我知道您实力强横，但一介女流怎可以当魔皇？魔皇之位向来之难。魔三皇子的话戛然而止，不是他不想说，而是我的巴掌已经从天而降，落下恐怖的一掌，直接将他镇压在了地底。还有谁有意见吗？全场静声，至此无人再敢有意见。就在我以为就这般顺理成章时，魔族深处一道道恐怖的气息在复苏，呼吸间3位渡劫期的魔族老祖已经出现在大殿中。阁下，这里是我魔族祖地，你来此镇压我魔族黄土，未免不太将我魔族放在眼中。3人中为首的渡劫中期老祖说道：“他们3人是3皇子派系的，老祖见自己看好的人被镇压，所以才选择结束沉湎。因此一出事，并未给我好脸色跟好语气。对此我并不在意，也知小作受无益，所以便直接祭出人皇幡，主动招3人杀了过去。狂妄！看见我主动前来，3名魔族渡劫老祖也感到十分愤怒，纷纷祭出手段想将我镇压，但一切不过徒劳。经过半年多的苦修，我已经今非昔比。我在元婴期便敢挑战化神，直面渡劫，而今已经突破渡劫境，加上成长起来的混沌体与人皇幡，区3尊渡劫，自然没什么好怕的。更别提我还熟知魔族皇族功法，所以对付3魔起来简直不要太轻松，直接将其镇压。随后当着诸魔的面，我用自己所创魔功将3人纷纷吞噬，魂魄尽数炼化。毕竟是3尊成名已久的渡劫强者，炼化他们倒是一下子让我的修为突破。渡劫中期没了魔族老祖的阻拦，正当我以为一切尘埃落定时，当然魔族中又是5、6尊渡劫老祖复苏而出。魔灵月身边的族老看到这些魔的出现，面色一惊。刚才那3尊渡劫强者是魔三皇子一脉，而今出现的赫然是其他派系的老祖。这些人都是至少渡劫中期的存在。他先前说我一个渡劫初期虽强，但左右不了局势。正是如此，我面色淡淡看着这些复苏而出的魔族老祖们。尔等要族我？魔族老祖魔无道也是语气平静。阁下，一介人族跑来我魔族作威作福，插手我魔族之事，不觉得手伸得太长了吗？魔无道乃魔族2祖，渡劫巅峰强者，半只脚踏入了大成门槛，实力极强。所以在听到魔无道平静语气中的杀意，魔灵月心中一惊，赶忙拦在我的身前。无道老祖，还请不要出手，叶哥只是来帮助我的。听到魔灵月悍不畏死的求情，魔无道淡漠眸中也是闪烁异色。他其实对于魔灵月这个优秀的魔族后辈也是十分欣赏，只不过立场不同。阁下是人族中的哪方强者？像阁下这等实力的强者，想必在人族中不会是籍籍无名之辈。顾玄烨。听到这个名字，在场无数魔族众人面色都是惊讶，显然对于这个名字他们并不陌生。半年多前，顾玄烨一人大闹青云仙宗，以魔道手段誓师杀地，吞魂炼鬼，最终安然离去，导致青云仙宗上下震怒，倾巢而出，连同其余正道势力想要镇压，结果却半年未曾找到我的踪迹，因此闹得沸沸扬扬。连魔族中人都是听过我的大名，对我充满钦佩。魔无道继续问道：阁下来我魔族有什么目的？我看向魔灵月，祝灵月登上魔皇之位。魔无道眸带疑惑。仅此而已。我点头，仅此而已。见状，魔无道也是放下心来。他先前之所以那般态度，是觉得我一介人族来插手他魔族皇位继承，带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。而今听闻我是半年前被人族通缉追杀的那个魔头，也是逐渐放下了戒心。对于我真杀了魔族其他派系强者，他并没有什么感觉。一群魔族的祸害，死就死了。况且早看这些人不爽了。其实他本就很欣赏魔灵月，相比于魔皇其他羸弱的子嗣，魔灵月身具天魔体质，潜力无限，未来有极大可能突破大成。而且魔灵月心性果决，本身也很有魄力，但奈何上天给了他个女儿身，而魔族中并未有女魔皇的先例。魔无道看向魔灵月，想成皇吗？魔灵月怔了片刻后，语气坚定：想。你能做好魔皇，带领魔族走向辉煌吗？魔灵月虽不知无道老祖什么意思，但还是信誓旦旦：能。不够自信。无道老祖语气淡淡：本皇要听到你语气中的魄力。我可以。魔无道很是满意。那自今日起，你
唯我魔族魔皇。听到无道老祖的话，所有人都是震惊。魔皇之位就这么轻易决定了。魔灵月也是震惊，他不是在做梦吧？一切居然来得这么容易，无数人震惊，但我对此丝毫不感到意外。一个是前世，我知道魔无道在魔皇逝世前答应了魔皇，要关照魔灵月这个魔皇最宠爱的女儿；二是魔无道没有什么私心，他所关心的只是能不能带领魔族变强而已。其三，魔无道是看着魔灵月长大的，本就对其有种特殊感情，加上魔灵月也足够争气，还有一点便是忌惮我。我虽然才渡劫中期，但刚才绝手逃族间便镇杀了3尊渡劫强者，他能感受到我实力极强。别看他那边境界高人多，若是真打起来，谁输谁赢还说不定呢。而且就算最终赢了，那想必也是惨胜。所以种种因素考虑，魔无道决定了魔皇之位的归属，魔族2把手都决定了，其余之人也不敢再有什么意见。因此魔灵月顺理成章登临魔皇之位，成为魔族历史上第一位女魔皇。随后半年，在我的协助下，魔灵月彻底掌控了魔族，魔族上下一心，魔灵月也有了威望。在魔灵月的帮助下，我也是成功进入了魔族血池。血池是魔族秘地，是只有历代魔皇才能浸泡其中的。但凭我与魔灵月的关系，倒也无需顾忌这么多。血池能够提纯血脉，快速提升实力，因此在其中修炼半年，我的修为也突飞猛进，很快便突破至渡劫巅峰。这半年内，魔族在魔灵月的带领下励精图治，也是实力大增。我是个报复心极强的人，如今1年时间过去，万事俱备，也是时候回去报仇了。得知我要回人族报仇的消息，魔灵月等一众魔族之人都是很支持我，毕竟相处半年间，他们也都是把我当成了魔族的一份子。魔族与人族本就存在血海深仇，加上是为了我的事情，也正好魔灵月上位以来，也需要一件事来彻底奠定他的威望。因此魔灵月二话不说，号召魔族上下随我一起出征人族青云仙宗。经过这1年的修炼，我的实力早已达到渡劫巅峰。要知道，青云仙宗境界最高的老祖也在渡劫中期，再加上不只是我，还有无数的魔族同胞共同出手，因此几乎没费多大力气就攻破了青云仙宗山门。我立于云端，自上而下弹幕俯视，昔日风光的青云仙宗已沦为了一片废墟。我的好师尊人呢？怎么不敢出来面对我？我嘴角戏谑，望着下方，老东西们，我说过1年后取尔等狗命，人呢？听到我的极具羞辱的话，一些封主再也忍不住站出。顾玄烨，你个畜生！我青云仙宗好歹培养了你，你就是这么报答师门的吗？我嘴角微扬，但还不待我出手。我身旁的魔灵月听不得别人这么说话，直接一掌震出，冒着黑气的恐怖遮天魔掌，自天穹盖压，直接将那名化神期的封主震杀。魔灵月眸光冷淡，语气冷淡：你算什么东西，敢跟本皇的夫君这么讲话？看到魔灵月如此果断出手，无数青云仙宗强者都是内心胆寒。我微微一笑，随后同样一掌震杀而出，目标是那些还顽强抵抗的弟子。不要挣扎了，师兄。入轮回，记得下辈子不要投胎到青云仙宗了。哦，不对，青云仙宗没有下辈子了。那片天骄没有丝毫反抗余地，被碾成肉泥。我看向青云仙宗祖弟，眸光戏谑，语气张狂。我的好师尊还不出来吗？你就这么忍心看着你的徒子徒孙们一个个死去？话落，又是一掌落下，又是一片天骄逝去。看见这一幕，终于苏清寒还是忍不住站了出来，一脸失望地看着我。孽徒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我听着苏清寒的话，只觉得一阵好笑。失不失望，关本座屁事！苏清寒面色一僵，一副痛心疾首的模样。你是我一手带大的，怎么会变成如今这个模样？我不知道你为何会有这么大的怨气，但你懂不懂什么叫尊师重道？师尊，这一切不都是你自己选的吗？你自己选的偏心，自己选的自私，别给自己说的这么道貌岸然。什么叫师师重道？你配吗？还有，叫你一声师尊，真把自己当师尊了。话落，我也不想再跟苏清寒废话太多，直接祭出本命魔剑。你要干什么？苏清寒面色一惊，虽说他这1年间也突破了化神，但跟我根本没法比，因此看见我的动作紧张询问。我轻抚剑身，看着苏清寒，嘴角露出一抹讥笑。师尊不必有心，我只是为我们的关系画上一个句号。苏清寒心中一惊，眸中满是紧张。到底什么意思？我微微一笑。前有古人割袍断义，今日我顾玄烨便以你的手故断绝师徒情谊。话落，直接一剑斩出，遮天无边，劲气朝着苏清寒荡去。实力差距太大，苏清寒只感觉死亡临近，根本没有丝毫反抗余地。剑光一闪，猩红的血液自脖颈间喷溅，染红了周边草木。我看着苏清寒直勾勾倒下去的无头尸体，心底积累的仇恨在一瞬间宣泄释放，真爽。斩出这一剑后，只感觉念头通达，刚突破不久的境界也已隐隐有了松动的迹象。苏清寒虽然死了，但我并不打算就这么放过他。我摊出手，直接将他被斩飞的头颅中心真灵拘禁而出。你究竟想干什么？看着苏清寒畏畏缩缩的元神，我阴森笑道：“当然是送你跟师弟师妹们团聚。”说完，我祭出人皇翻，不再给苏清寒说话机会，直接将其神魂吞噬，而后将其彻底炼化。
看见苏清寒被镇压，躲在一旁的林晨心情悲愤，但他根本没有出来直面我的勇气。不过凌晨区金丹，即便有伪装术屏蔽契机，但根本逃不过我的感知。师弟，你想要去哪儿啊？看见林晨畏畏缩缩打算逃离的身影，我的脸上浮现一抹猫捉老鼠的笑。林晨转过头，露出了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。师兄，师弟，你不是要挑战我？怎么放我吧？师兄，我错了，你放过我吧。我摇摇头，没有搭话，只是叹息。早知如此，何必出门？话落，抬手将其镇压。师兄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放过我！别挣扎了，师弟，师尊在里面太孤单了，你进去陪陪他吧。我边说着边运转人皇幡，将其彻底吞噬炼化。很快，凌晨模样的魂魄出现在人皇幡当中。看着凌晨与苏清寒紧紧依偎而又茫然无措的魂，我只感觉心情大好，所以我不再压抑。人皇幡中的怨灵将其中亿万冤魂彻底释放，无数残暴游魂四面不断撕扯，吞咬青云仙宗上下无数弟子，加上魔族大军的讨伐，整个青云仙宗已经沦为了一个人间炼狱，到处尸山血海，血流成河，遍地都是尸体。最终青云仙宗那位渡劫中期的玄祖还是没忍住站出来，但根本没什么用，直接被我一掌镇压，神魂被我炼化，连进入轮回的资格都没有，没有了顶尖强者的庇护。很快青云仙宗彻底沦陷，我看着已经化为一片废墟的故土，心中只觉得一阵舒畅。但是我是个报复心很强的人，我并没有忘记先前在青云仙宗对我出手的其他势力之人，所以在彻底灭掉青云仙宗后，我又带领着魔族大军继续征战其他人族势力。云顶阁主面色惊慌，对着我说道：“阁下，我们无冤无仇，你为何要对我们出手？”我唇角讥讽：“1年前的那场争斗，云顶阁中可有人对我出手？”云顶阁主面色一惊，赶忙询问身边的人，这才知道1年前为了得到青云仙宗的好感，有参会族老对着我出过手。云顶阁主大怒，直接派人将那民族老带到我面前，当着我的面将其斩杀。前辈，1年前的那件事是我们不对，我向您道歉，你能不能放过我们？我没有回答，手中掷出去的幡已经说明了我的态度。很快这个势力也随之覆灭，随后又是下一个势力。前辈，1年前我们并未对您出手，我们此前也无冤无仇，您为何？我眸中泛起冷光，语气淡漠。这一世确实没这么长，但上一世这个势力追杀我时可是没什么处理。虽说这一世还没发生，但我睚眦必报的性格也不会将其放过。势力之主闻声一震，什么意思？要怪就怪你们的上一世。又是一个绝顶势力陨灭。很快在我的带领下，不管是1年前对我出没过手的，还是上一世有没有参与对我的追杀的，有仇的没仇的，通通被我灭杀。征战数月，杀戮万千，无尽冤魂进入黄幡。我的实力突飞猛进，加上报完仇后念头通达，境界松动，我顺理成章的突破到了大成境，几乎是此方天地最强存在。而这一战后，魔皇魔灵月也是积累了大量声望威严，受魔族上下尊崇，一切都尘埃落定。报复完一切后，我便归隐，与魔灵月一起享受生活。